他笑得更加放肆，嘴角都被扯烂了些许。比如你旁边这位公子，我要他的仙骨。魏无羡看着他，突然轻笑一声。下一刻，他一把抓住铺主的光头，强迫他把头低下来，按在自己面前，一双眸子冷冷地注视着眼前这只厉鬼。他轻声道：“仙骨。可笑，你以为你在跟谁说话呢？”那铺主被铺天盖地而来的压迫力惊得几乎魂飞魄散，一张脸都跟着扭曲起来，被魏无羡处及到的部分如同烧伤般冒出森森白气。他几乎是要跪下来求他一般，拼命摇着头，甚至连高声求救也不敢。魏无羡这才松开手，又像嘉奖一般轻轻抚摸他的头，笑道：“早这样不就行了？”他用眼神示意蓝忘机，转身欲行，那铺主却拽住他二人的衣袖，哆嗦道：“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不知您是这等人物，您二人在鬼市行走多有不便，不如稍加几层伪装罢。”蓝忘机道：“如何伪装？”铺主一边摸着自己仍在疼痛的头顶，一边颤颤巍巍地说：“我这里还是有几件法宝的。仙君不妨戴着这面具，旁人自会将您认成鬼类。”他慌忙翻出一个红蓝亮色的面具，面具左脸为蓝，右脸为红，只盖住上半张脸，形制精美，也散发着阵阵阴气。别的不说，这铺上的商品倒都是一顶一的精美漂亮。魏无羡看他一眼，接过面具，细细检查一番，才放心递给蓝忘机。没诈，韩光君，你放心用。蓝忘机一言接过面具，却并不佩戴，而是盯着铺主的眼睛，问道：“那他呢？”铺主道：“他跟您不一样。”蓝忘机道：“哪里不一样？”那铺主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魏无羡，才吞吞吐吐道：“您虽然修仙道，但好歹还是个人。”魏无羡：“哦。”铺主大惊失色，忙道：“不，我不是说您不是人，不是，您确实不是人，您是个仙呐。鬼是不会出汗的。”但这位铺主装模作样的擦擦额头，道：“看您身上的气息，您应当是法器成仙吧？虽说品阶不高，但跟这位仙君还是不一样的。要压住您身上的仙气，面具就有点不够看了。”他小心陪笑，从身后掏出一条项链，链尾是银质雕刻的小狐狸，眯着眼睛笑得狡黠，竟也平生几分可爱之感。你要是不嫌弃，就试试这个吧。魏无羡接过项链，抬到眼前看了一会儿，惊讶道：“妖魔坠。”铺主道：“是，正是。妖魔坠正如其名，乃是妖魔精魂封印在链坠之中所得。佩戴妖魔坠之人，能得到妖魔生前的气息与部分形态，有时甚至连道行也能掠夺一二。这鬼居然连这种东西都有。”魏无羡把项链翻过来覆过去看了又看，这只妖魔坠所封印的显然是只狐狸，生灵修炼或成仙灵或成精怪，他仙灵之身伪装成精怪倒也合适。只是怎么偏偏是个狐狸？魏无羡忍不住想起之前碰到的蓝家长辈看他的眼神，这下是真的要装成狐狸精了。魏无羡半是好笑半是无奈地叹了一口气，看了一眼铺主，微微颔首，收下了项链。那我就留下了。铺主弯腰鞠躬，两手互相揉搓着，开口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大人可否赠我一物？”魏无羡眼神凌厉起来：“什么？”铺主又是一阵发抖：“能不能给我一点您的血？血不行，头发也行。”魏无羡顿时了然，这人看他震慑力强大，起了歹意，想拿他身上之物做镇恶牌，或者逆转做招恶牌。做商人做习惯了，这种时候竟也能让他找到商机。魏无羡哭笑不得，连下人也懒得下了，当下抽出随便，挑着自己的发尾砍下几缕青丝，递给那光头铺主。蓝忘机攥紧了碧晨的剑柄，看了一眼两眼放光的光头鬼。铺主连忙双手捧住，宝贝似的把魏无羡的头发收进怀里，这才喜笑颜开。然而他那颗光头本就有几分喜感，如今上面多了个魏无羡的手掌留下的痕迹，配上他那满口獠牙的笑，整个人更加不伦不类，并不可怕，反而好笑非常。魏无羡摇摇头，抬手给自己挂上了那个项链。蓝忘机也低头把面具配到脸上，待他整理好，再抬起头来，顿时愣在了原地。魏无羡的头顶冒出一对红色的狐狸耳朵，身后一条同样鲜红蓬松的大尾巴，
正在他面前来回摇晃着。你看我做什么？魏无羡道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这种东西就是会这样，没有把手变成狐狸爪子就不错了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头上的2只耳朵还要不平似的抖动2下，身后的尾巴也跟着抬起来，指责他般的晃动2下。蓝忘机深吸一口气，点点头。他不留痕迹地收回视线，道：走吧。说罢，蓝忘机向前走去，脸上的面具色调碰撞鲜明，纹路交织。到了蓝忘机的脸上，本是阴森森的面具，竟也凭空多出了几分清冷脱尘，衬得他露出的下半张脸愈发白如霜雪。魏无羡忍不住多看了几眼，笑嘻嘻地凑过来，压长声音道：蓝湛，你戴这面具真好看，特别俊俏，跟个仙子似的。